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丽丽厨房，我是丽丽。今天用一袋牛奶和一碗面粉来做好吃的，这个做法您从没见过，比馒头好吃，比包子简单，一起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。我们先来和面，大碗中倒入一袋牛奶，大约是200毫升左右，再倒入1颗鸡蛋，加5克酵母，加30克白糖，促进酵母发酵。喜欢吃甜的可以多放一些。用筷子搅拌均匀，搅拌至酵母溶解。搅匀后，分次少量的加入350克高筋面粉。没有高筋面粉的，可以用普通面粉。边倒面粉边用筷子搅拌，因为面粉的吸水性不同，面粉的量我们可以酌情调整。最后搅拌成这种面絮状。再下手揉成一个面团，现在的面团是很难揉光滑的，先给它揉成一个没有干粉颗粒的面团就可以。然后再把面团转移到面板上，盖上一个大碗静置10分钟。10分钟后把大碗拿开看一下，现在的面团已经松弛好了，然后用手轻轻按扁，在中间给它按出一个窝窝，再放入30克软化的黄油，加小勺食盐，再下手揉匀，让黄油完全融入面团里。黄油我们最好提前软化好，这样才容易揉匀。揉匀后，再像洗衣服一样给它推拉揉搓，给它揉出手套膜。刚开始揉的时候，可能会有一点沾手和沾面板，这时可以抹少许食用油，这里千万不要加面粉了，那样做出来的面食就不够松软了。一边揉搓一边摔打，这样更容易揉出膜，直到拉开有一层这样薄薄的膜，而且不容易破，说明就可以。再把面团揉圆，再放回大碗中，在表面淋少许食用油，用手抹匀，然后盖上保鲜膜，发酵至原来的2倍大。趁这个时间，我们来准备一点馅料。大碗中放入50克黄油，黄油提前软化一下，再加50克白糖，用刮板给它翻拌均匀。因为我这个黄油比较硬，所以我放入热水中给它隔水软化一下。如果黄油比较软，就可以直接在常温下拌匀就可以。给它搅拌至感觉有一点蓬松，先放一旁备用。接下来准备一个小碗，往里边倒入2颗鸡蛋，用筷子搅散，搅散后把鸡蛋液倒入黄油的碗中，一次不要倒太多，鸡蛋液我们分3次放，每放一次都用刮刀搅拌均匀，让蛋液完全融入馅料里，再第2次加入蛋液，再继续搅拌均匀。搅匀后加入50克椰蓉，再加120克全脂奶粉，继续用刮刀翻拌均匀，让所有食材充分混合在一起，翻拌成这种细腻粘稠状就可以了。再加入10克左右的抹茶粉，没有的可以不放，继续用刮刀搅拌均匀。像这样我们的抹茶奶酥馅就做好了，搅匀后就给它放一旁备用。现在我们的面已发酵好了，看一下体积已经变大了许多，戳个手指下去不回缩，里面呈蜂窝状。面板上撒一些干面粉，把面团放到案板上，给它好好揉一揉，拍拍气，尽量多揉一会儿，把里面的气孔排干净，这样做出来的面食才会非常的松软。然后给它搓成长条，也不用搓得太细了，像这样的长条就可以。再用刀给它分成大小均匀的小面剂，每个面剂约70克左右，我这里一共分了8个面剂。切好后取一个面剂，给它放到案板上，给它好好揉一揉，由外向内揉，把表面揉光滑了，再把底部收严实了，然后翻个面放到案板上，给它好好整理一下，整理成这样一个圆溜溜的小面团就可以，然后给它放一旁备用。
全部做好后，盖上保鲜膜，松弛10分钟。10分钟后，我们取一个面团放到案板上，用手轻轻按扁，再取出擀面杖，给它擀薄擀大，擀成一个圆形的大面饼，厚度约 0.3厘米左右，像这样子的厚度就可以。然后把两边像这样对折过来，给它折成一个半圆的形状。再放上刚做好的抹茶奶酥馅，放到面饼的两头，馅料不需要放太多，放一小勺就可以了。再像视频中这样给它包起来，边缘处用手指按压一下，把它按压紧实一些，再给它卷起来，卷到中间的这个位置就可以。另外一半用同样的方法，用面饼像这样把馅料包起来，边缘处用手指按压一下，压得紧实一些，然后再给它卷起来，尽量卷得紧实一些，卷到中间这个位置就可以。然后另外一头用手捏合，像这样一个生胚就做好了。剩下的面团用同样的方法做完。接下来准备一个模具，倒少许食用油，用刷子刷均匀，底部和周围都刷上食用油。刷匀后再放上刚做好的生胚，像这样转着圈的放。全部放完后，再盖上保鲜膜，2次发酵20分钟。趁这个时间，我们准备一个鸡蛋黄，把它放入小碗中，用刷子刷散，刷散后放一旁备用。现在我们的生胚2次发酵好了，看一下体积已经变大了许多，然后在表面刷上一层蛋黄液，薄薄的刷上一层就可以。制作视频不易，您的每一个留言和每一个点赞都是我前进的动力。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对您有帮助的话，请您给我点个赞，非常感谢您的支持。蛋黄液刷好后，再把剩下的奶酥馅均匀地淋到生胚上。如果想要做出来的成品好看的话，就不要放了，因为我是自己在家吃，又不想浪费，就把剩下的奶酥馅都放到生胚上，这样吃起来会更香。再撒点杏仁片点缀一下，如果没有的可以换成白芝麻，像这样子就可以。烤箱提前预热5分钟，把它放入烤箱中层，上下火160度烤30分钟。时间到，我们打开盖子看看，哇，好香啊，颜色也是非常的漂亮。再把它取出来，稍微放凉后再给它倒扣脱模。非常好吃的抹茶奶酥面包就这样做好了，看着蓬松又暄软，外焦里嫩，香甜又好吃。我们掰开看一下这个拉丝效果，真的是太棒了，还有一股浓浓的抹茶香味扑鼻而来，中间还有奶酥馅，真的是太好吃了。自己在家做的面包一点不比外面买的差，关键是自己做的，健康零添加。喜欢吃烤面包的朋友，自己动手做一下吧。好啦，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。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，请您给我点个赞，或者是订阅我的频道吧。我每天都会分享不一样的美食视频。我是丽丽，非常感谢您的支持。